你有过这样的经验吗？聊到某些话题的时候，明明大脑好像没有什么事，但是你的眼皮就会一直跳动，然后心脏好像会有一点沉沉、闷闷的。对，就其实你有发现，这就是你的身体在替你做出那些反应了，那些你的大脑没有想到的反应，因为你可能以为你现在在聊天的话题是在聊创业啊，聊压力，但其实你的内在小孩在你的那个内心，在那个阴暗里面，其实听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已经带给他很多的压力，让他吓到有点不敢跑出来了。好，今天我想要分享我人生中我第一次觉得我有觉察、心灵觉察的那个瞬间，是一个故事。那我为什么会这样说吗？这也是我跟艾菲老师刚认识的时候，我跟你说我想要疗愈。那这个故事是这样的，我发现我之前赚钱的时候，我都觉得有一个辛苦的感觉，所以它很像一个是植在我心里的信念，但这个好像来自于跟我的童年故事里面，来自我绑不好受伤的经验有关。我不太会绑好鞋带的一个故事。Hello， 大家好，我是艾菲，陪伴大家一起回到自己的内在，对齐灵魂频率的引路人。嗨，我是小天，我相信灵性，但只谈落地。让我们一起把灵性变成生活上用得上的超能力。欢迎来到天外飞仙。那这个故事就是来自于2019之后，就是疫情过后，我在电视上看到一部电视剧，大陆的电视剧，它叫做《去有风的地方》。那部片里面就是女主角可能她周边的朋友离开，然后她去了大理这个地方去沉淀心情。那我在那部剧里面，我就看到她做了一个梦想版。那个梦想版里面有一句话就是“什么是我要的生活”，然后那句话就植入我当下说，我在那个疫情期间，确实我在创业的过程中，我开始往上，我已经脱离了就是现金流相关的问题，然后我就开始到了第二阶段，说，我做了这么多事，我也开始生活过得比较好，那我到底这个想要的是什么？对，然后我也有感受到，我不是那么的快乐，但是我也没有不快乐，我到底汲汲营营的做这么多事，我追求的是什么？然后我就有 get 到一个，我明明觉得我很努力，但是我有对钱这件事情，我有一种恐惧，会有一种想要紧抓着的那种感觉。对，因为那时候疫情的时候，本来你就会有一个恐惧，就想说，对，品牌会不会不下广告？对。但是好险，我做的是数位行销，所以我是爆炸性的成长。但是解封之后，我就开始莫名有一个想法说，那会不会没有接下来就没有这么多，没有这么好，没有这么大量的 case， 那个混乱，那个惶恐，那我要怎么运营公司？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有一个很大的恐惧，那种恐惧，因为你刚刚有提到嘛，就是感觉，我好像赚钱是必须要很辛苦。对，我就必须要很努力，我才能赚到这个钱。为什么我有这个想法？对，我开始意识到、觉察到，我为什么会这样想？说赚钱是辛苦的。对，然后或者是为什么要很沉重的工作才可以？然后回首我在创业的这条前面的路上，我确实在19年的时候，我有那个心境，我会一直觉得他好像很辛苦的感觉。那我脑海中，我就是直觉说我要找这个答案。那个答案，我第一个时间我连接到就是赚钱很辛苦，我必须要很努力存钱，很努力赚钱。对，那这个感觉好像是来自于我小时候，我第一次意识到我爸妈好像会这样跟我讲。可是我明明在那个当下，就是19年，我其实认识了蛮多创业家，我明明有看过
有人赚钱是很轻轻松松的，所以我就想说，是我脑袋为什么他们会觉得很轻松，我看不出来。可是我在那个刻意的练习之下，我有感受到他们在面对压力跟挑战的时候，好像相对于我是比较轻松的。那我就很想找这个答案，我就先连接到，因为我爸妈以前很常跟我说赚钱很辛苦。所以其实也跟，因为这在这是疗愈的过程里面聊出来的嘛，所以你就会发现，你回想的时候，你就开始去意识到，其实这个观念是你的原生家庭带给你的，是你的原生家庭告诉你说，你必须要很努力的工作，很辛苦的工作，才会有所回报的这件事情。对，然后那也是我第一次跟艾菲老师比较认识的原因，他有在做西塔疗愈，所以我那时候也是很混乱，跟他讲了我的问题。我说我大概跟他说，我想要问我，因为我想要问财富，但是我直觉的反应是可能跟我妈妈有关。然后我过去有段时间，其实我跟我妈妈的关系就是没有办法像很亲密的朋友这样子聊天。我自己感觉，我那个当下我有觉察到，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直觉，就是如果我疗愈了这个，我就是有那个感觉，我疗愈了这个，我世俗的说，我金钱能量会打开。那时候我没有上太多可能跟灵性相关的课程，但是我有一点点觉察到，我想知道为什么，所以我就跟艾菲老师约了一个时间，然后来去做疗愈。对。因为其实，丰盛这件事情永远都会跟你的原生家庭，还有跟你的跟你的祖先们是有关系的。所以其实当小天说他想要疗愈那个财富的状况的时候，他的确身体也很敏锐的直觉就联系到他跟妈妈的关系。虽然那时候艾菲老师也是跟我说跟什么叭叭叭有关，我内心的小声音还是会觉得你再给我说一次，完全就是一个普通人。但是我当下有一点点听话照做，就想说好啦，那我也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西塔疗愈，什么叫向下挖掘。我就是先跟我的大脑说，我就来敞开一下。那我觉得那一次很特别，因为他在有点像是这个过程是可以说你会带着我回去，对。回到某一个时间点，某一个状态。好，凭良心讲，我是还蛮自然，因为当下我是敞开的，所以我也不疑有他，就是我看到了什么，但是我自己有感觉到他要我往下的时候，我当下我的意识反应是我的眼皮心跳是跳得很大力，你记不记得那时候很悬，因为他就跟我说一句说。造物主要给你一个爱心，然后我还问他说：“你现在有看到我看到的画面吗？”然后艾菲老师说：“就是其实我觉得当疗愈者其实会来到我们面前，其实某种程度他已经准备好他要去解决这件事情，或者面对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小天那个时候状态，他其实已经是敞开的了。对，所以在敞开的情况下，我们比较能进入到他的状态里面去帮他疗愈，因为他的内在机制已经准备好打开这件事情了，然后再透过西塔疗愈，前面有一段冥想，让他可以慢慢沉浸的到那个西塔波的状态的时候，他会是一个比较放松，然后相对的他防御力也降低了嘛，然后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当下看到的那个画面，其实不是小天那个时候的身份，或是那个疗愈当下那个时候的年纪，其实我看到的会是他那个内在小孩的状态。然后因为那个内在小孩的状态是比较害怕，比较就会窝在一个小角落，然后一个比较胆怯的状态，所以其实你会明显的知道他的那个地方是有受伤的。对，所以他其实小天有刚提到他的那个眼皮啊会一直跳动，或者是手心冒汗，很紧张，会很想要颤动的很厉害。对，就是他那个底层开始被敲动了，被撬动了，所以当那个很脆弱的东西要被挖出来了，所以他的身体有那个害怕的感觉，就是那个保护机制。对。那老师，我可以稍微理解什么叫西塔波吗？
西塔波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个催眠的经验，就是其实我们人类在进入睡眠的状态的时候，脑波是会变动的，然后会有不同的，比如说阿法波啊、贝塔波、西塔波这样子。然后在西塔波的那个状态，有一点像是你半睡半醒，然后快要进入深层睡眠前的那个状态，所以整个人是非常轻松而且是敞开的。但你也不是完全无意识的哦，就是在西塔波的情况下，你还是可以有意识的去回答问题，有意识的去对话。其实它不是全然的被带着走的，你是自己还是有一点自我安全的那种状态存在的。对，而且在那个当下，就是我可以来分享一下我当时的故事，就是我跟我妈妈的一个故事，就是简单讲。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时候我妈妈要照顾我弟弟，就是还是那种有点大一点的婴儿，软式婴儿，他要坐娃娃车，但是我已经会走路了，可能是中班吧，我觉得中班至大班4、5岁之间，所以走在路上的时候，那时候我妈妈晚上要上夜班，但是她要一次白天的时候照顾我们2个小孩，然后我当下只能知道妈妈晚上要上班，白天是爸爸要上班，但是我不会意识到他会不会很辛苦。可是他在我们走着走着，他要带我们去一个百货公司吹冷气，因为那边就会有免费的冷气可以吹。然后可能下午就会是这样，那回家的路上就吹完冷气在那边玩，然后我就会去那个游乐设施玩一下，玩好之后他就会再带我们回家，他就可以做饭，就是差不多傍晚的时候。那我就非常记得，就是走着走着，在一个7楼，我的鞋带已经掉，但是他可能教过我几次绑鞋带，但是我还是不会绑，然后他就叫我在马路，在那个7楼说你要绑好，你才可以站起来，就是意思就是他不会帮我绑的意思，但是我就不会。我想说你不会来帮我绑一下，然后我就想说我要绑好才能离开。我当下我就觉得很丢脸，然后最丢脸的感觉是有一个叔叔从旁边经过，他就跟我说：“哦，妹妹加油，你会绑好的。”我就觉得更丢脸，然后我就把这一份丢脸的感觉，因为我还能够记得我当下是脸涨红的，我就会觉得这件事情是我妈妈让我觉得很丢脸。为什么她要很严格的在马路中间叫我把这个东西绑？自始至终，我到高中我都再有高中以前我只要有鞋带的鞋子，我都不想穿，我就要魔鬼毡，是最好的。我就对于那件事情，我很恐惧。对，因为其实你在那个事件里面你也受伤了。对啊，我就觉得，那你回家跟我在家里跟我说把它绑好再站起来，为什么要在路上？然后我就觉得我是一个很害羞的人，就是从以前我都觉得我不是一个很会表达，然后我妈妈这样对我，就觉得更难过。那因为我觉得我妈妈是对我很严格的人，当下小时候的感觉，所以那时候在做这个疗愈的时候，我确实有觉得，我又回到那个当下，所以我在想说，是因为我回到那个当下，其实我不想要回忆，然后我就会一直跳动，跟我会很清楚看到那个当下害怕，对，因为觉得很丢脸，被看见，被目光一直注视的那个你。对，然后我就也看到那个所谓我们称的那个内在小孩，他会抱一只很可怜灰色的兔子什么之类的，我想说他看起来好惨哦，就是一个很沮丧的自己，然后就会很很不好意思啊，很羞愧啊，那种感觉。所以其实，在那个当下啊，你有回过头来去看啦，其实那个当下你会发现，你的被看见、被他人注视、目光集中在你身上这件事情，你是跟一个不好的感受叫做羞愧、羞耻跟不舒服，就是连接在一起了。就是别人的被看见，也许他跟好的感觉绑在一起的时候，他会非常愿意站出来，非常愿意的展现自己。但当你的这个感受是跟你的负面的经验绑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觉得
你不喜欢，你不舒服，很紧张。对，所以当我们回到你的职场的那个议题，就是你一开始会来找我做疗愈的那个议题是跟财富相关嘛？就你会觉得你要再怎么做大更多这样子，其实当要做大跟更多这件事情，其实它就是被看见。那如果这个被看见跟你的负面信念是绑在一起的时候，你的大脑、你的潜意识，所有的一切都会出来阻止你被看见，因为那个被看见会让你感到受伤，对，所以你必须去清理掉这个信念，让你知道被看见这件事情可以是值得骄傲的，被看见这件事情是值得被称赞的，甚至是可以很享受的。当你去移除掉之后，对，你再一次去体验，你就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因为你就会打开这件事情，它就埋藏了很多。对啊，那当然，这很多人可能有蛮多，可能母亲比较严格，就是在我小时候看到的那个样子，我就会很少跟他分享我遇到的事情，对吧？就是我觉得我周边的朋友应该。我连我后来自己也察觉到，就是人跟人相处的时候，每个人可能在社交场域里面都会把你自己最好的那一面拿出来。对，然后我就观察到，我突然意识到我很少跟别人讲我家人，完全基本上不太会讲到我家人，但是我可能会讲我工作，可能会讲我认识了什么朋友之类，或者是我会做事。可是我就发现，为什么有些我相较之下，我对其他比较富有人家的他们会分享家庭，他们很爱分享。我说，我就在想说，我少了这个吗？这很奇怪，就是你不完全符合你现在，就是说为什么你觉得改了这个，你的财富会变多？但是我在2019，我就是完全我想要知道这件事，因为我看到我周边的朋友很多，就是可能。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他可能过得比较好的那一群人，或是比较富裕的那一群，他们好像在社交的过程中，他们会很容易聊到家。因为丰盛跟原生家庭真的很有关系。那如果你的内在小孩在原生家庭里面的受伤是多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去拒绝讨论，甚至你跟原生家庭关系也没有那么好，那其实某种程度不就是阻断了你跟丰盛之间的连结吗？对啊，是不是很悬？所以但是我觉得是这就是息息相关的事情。所以当疗愈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在去替换掉他的底层信念。当他把那一份被看见的那个羞耻感、被看见的那个害怕，转换成正向的感受、正向的爱，或是正向的成就感，其实某种程度他就不用再去透过很辛苦去换得他要的财富或他要的丰盛，这样就越来越能对齐那个你想要去到的那个丰盛之路。那老师，我问哦，大家一定会问说，中间怎么疗愈这段我是可以说的吗？就是在那个情境里面，在白光里面，这是可以分享。可以啊，可以啊。好，你们一定想知道是怎么被疗愈的。好，它其实概念你就想想看，说我们必须变成一个观察者。你当下你那个7岁或者是4、5岁的那个孩子，也就是我们说的内在小孩，他在那个当下去社会化的过程，他会植入他看到的观点。但是其实妈妈可能没有这个意思，因为我后来确认过，我跟艾菲老师疗愈完，刚好那天我妈有来我家，然后我就跟她讲了这个故事，她说是哦，我不好意思，哇，原来这样让你造成你的困扰这么多年，我都已经成年很久了。对啊，所以他那个过程就是回到那个当下，去把母亲也召唤进来，但是去在那个情境里面去和解。我觉得简单说是这样。对，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会觉得很难想象，但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现在在一个维度嘛。你去设想我们在冥想的过程里面，我们跳到了另外一个维度，我们是可以回到那个过去的那个当下，然后用我们更好的方式去完成那件事情，让那个本来你以为会发生的那个很负面的心情不要发生，或者是用更好的方式去替换掉它。然后我屡试不爽。对，
我自己觉得，当你回到过去去和解了一件事，你人生的舒适圈会展开很多，会打开，会完全的打开。因为原谅的能量啊，跟感恩的能量是很强的，它是跨维度的。大家可能会觉得啊，它就是已经发生了，那这个就是受限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空间里面。你如果想要去调整跟改变的话，你要先打开这件事情，去相信我们是有办法，因为改变了过去，就改变了现在，改变了未来。我们甚至可以去到未来的那个时间线，改变了未来，然后再改变了现在，再改变了过去。就是你要去相信，它是可以特调的。对，虽然你回到那个当下真的是会蛮不舒服，但是在这个不舒服中，你必须，我觉得是慢慢的去理解到你也是一个观察者。那我当时就是在多年后，我更了解母亲这个职业，因为我觉得我妈妈对我是很严格的。然后这是我的感觉，然后我也会蛮坏的。我所谓坏的是他做什么，我会说我不满意，为什么别人的妈妈可以这样？但是有一天我突然觉察，那可能是忏悔，或者是点醒说，其实我自己也没有当过母亲这个位置，那我凭什么要求她第一次当母亲就要变成我想要的版本？那是我在那一刻我觉察到这一个结案。就是这个总结，我觉得就是多了一份理解跟包容，我才完全翻转。我 get 到了，所以我不应该这么严格的去看待他。对，他也没有意识到所以这个会让你很不舒服。对，所以其实因为你不会去知道别人的内心在想什么，依照当下的那个情况下，你可能是受伤的，但也许对方是真的是无心的。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去解开那个误会的话，让你的生命可以更展开的话，何乐而不为？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从一个携带的故事里面，我先是想要找答案，怎么让赚钱不辛苦。对。但是一路上我在显化的过程中，我瞬间也显化到我跟我母亲的关系越来越好。我因为我们要让我们两个可以对平。以前会很想要改她，但是后来发现，其实她是一个师姐。没错，所以我去看一下师姐喜欢的，我就开始学一些佛经的道理，然后我用这个去跟他沟通，然后我才真的意识到说，所有东西你必须先改你自己，对，你看到的世界先调整自己就会不一样。也因为这个过程，我才发现了，其实我也在成长的路上，但是不是说我要。比方说我在赚钱这个能力要变得很强，是因为我在这个找答案的过程中，我的目标是想要赚钱，但是我发现我获得别的财富是一种通透吗？对，就是更多的看见还有理解。对，这就我会觉得瞬间觉得很多东西会让我觉得很感恩，因为我获得这个不是我账面上面的数字，没错。它是显化出更多的东西，所以如果我觉得讲到这里，如果你现在可能也觉得你赚钱很累，或者是有点混乱，你不知道，你突然瞬间你的挑战超级多，我觉得你可以留言给我们说，我愿意抱抱我的内在小孩，然后慢慢的先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可以再听听看我们之前分享的那些静心冥想，因为那个也是。在我19年之后，我在找答案的过程中，我一点一滴，我试了很多方法，但是我觉得它会是每个人的旅程，它有点不一样。但是我觉得那个是帮助到我的地方，我也希望可以让大家可以不用太费力的去看见。对，就是其实。这一集也一直提到内在小孩4个字嘛，如果大家也愿意的话，其实可以停下来，然后跟自己对话，去看见自己的那个内在小孩心里面真正的需求是什么。也许你的挑战都不是外面给你的，你的挑战是你的内在那个状态。当你去调整了你那个内在之后，你看见的也许都不是挑战的。
对，你会看到很多繁荣或者是丰盛。没错。然后今天这一集呢，就是跟大家分享，就是其实我们在疗愈的过程里面看见的内在小孩的小故事。那我们的频道愿景是科学的尽头是玄学，玄学的起点是觉察。感恩有你，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